这几年，美国零元购这个词在新闻上面越来越常出现，但你知道它指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美国零元购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深蓝智慧大词还有神秘名词大解析，献给有听没有懂的你。最近几年呢，大家可能偶尔会在新闻上面看到美国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是零元购的抢劫模式。在报道当中呢，犯罪者通常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的洗劫商店，有的案件抢匪甚至还会直接到网络上面号召同伴一起快闪抢劫，而被抢的店员呢，或者是店家，几乎就只能够束手无策的看着东西被抢。有人认为这些零元购的案件之所以会越来越多，很大一部分呢都是目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责任。但也有人反击，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都是有心人士在操弄。到底谁说的比较合理？这种抢劫案真的有越来越严重吗？为什么又会被叫做零元购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担心家里的空气品质不好，但又怕空气清净机太占空间吗？快来看看这台来自日本百年品牌新推出的夏普迷你方纯净美学系列。它的外形简约，超小体积能够净化9坪的空间，双向进气功能可以贴墙摆放，轻松融入居家装潢。专利的出风口以及独家的 PCI 自动除菌离子净化技术，可以有效的过滤烟味、宠物体味，还有厨房的油烟。而且它还通过了 SGS 认证，包含了 PM2.5、细菌、甲醛等等的有害物质，去除率高达了 99.9%。此外，夏普迷你方还能够自动侦测 PM2.5、灰尘、异味，并且支援云端智慧管家，不只可以多人远端掌控居家空气品质，还能够随时的监测滤网使用情况。如果你也想要改善居家生活，赶快点击 YouTube Shopping 的产品资讯卡，享受64折的超早鸟优惠吧。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呢，零元购这个词原本可能是中国习惯的用语，但一开始的意思并不是指抢劫，而是有点类似诈骗的感觉。比如说，有的网络卖场的商品呢，虽然标价是0元，但顾客下单的时候却要额外的付费。2020年，美国发生了弗洛伊德事件，在 BLM 的示威浪潮当中，也陆续的出现了一些人呢，会趁乱抢劫、破坏商家。而大概就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中文媒体会开始使用零元购这个词来代称没有付钱的抢劫行为，相关的迷因也越来越多。那虽然目前零元购的定义看起来还是有点模糊，不过我们在浏览了大量的相关报道之后，还是可以整理出3个主要的特征。第一，零元购大多呢是组织犯罪，不少参与零元购的主谋都是成群结队行动的，而且他们把商品拿到手之后，大部分都不是自己用，而是拿到网络上面转卖。再来，大部分的零元购呢，受害者都是知名的零售商场，例如 Target、Walmart、Home Depot 等等零售店都曾经遭殃过，但也有少数案例是精品店，像是 Gucci 就是其中之一。最后呢，在零元购相关的影片或报道当中，不少的犯罪分子都大摇大摆的走出商店，很少看到店员阻止他们。那导致这个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包含了企业为了保护店员，所以不鼓励店员阻止盗窃者，或是呢有店员担心抢匪有携带武器，为了避免危险，就干脆什么都不管。根据研究统计，2022年一整年，美国零售商店因为窃盗损失了大约866亿美元，这其中包含了内部员工的监守自盗以及外部的窃盗。有趣的是在2017到2021年之间，美国外部窃盗的比例其实只有 37%， 虽然听起来并不算高，但根据其他的统计，这种外部行窃对于美国零售业带来的损失已经超过了年度营业额的 1.4%。那除了美国之外呢，其实有不少的国家也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例如，英国卫报就指出，最新的犯罪数据显示，英格兰跟威尔斯的入店行窃率在1年内增加了大约1/3，目前已经达到了20年来的新高。而澳洲犯罪统计局也发现去年维多利亚州的零售窃盗案增加了 38.7%。那以美国整体来说，刑事司法委员会的调查还意外的发现，跟2019年比起来，2023年美国24个主要城市当中，大部分城市的行窃率其实都是下降的，只有纽约跟洛杉矶是例外，他们上升的幅度都超过了 50%。那从2006年开始呢，纽约就逐步的上升，但洛杉矶的攀升呢，却比较集中在最近几年。有人认为洛杉矶会有这样子的状况，都是贺锦厉害的。
2014年，美国加州通过了一条47号提案，将盗窃$950以下的商品从重罪降为轻罪。当时加州的检察总长呢就是贺锦丽。面对人满为患的监狱，政府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法案减少监狱人数跟相关的支出，并把节省的资金转用在社会服务上。有支持法案的人指出，在47号提案通过之后，从2019年到2023年间，加州的监狱移转了2万多名犯人。而在配套方案的执行之下，让这些人的再犯率低到只有 15.3%， 远低于美国平均的 40%， 总共还省下了9300万美元。但同时也有很多人抨击这样法案呢，就是商店扒手的免死金牌，甚至有鼓励犯罪的嫌疑。毕竟从直觉上面来看，这个法案的意思就是在说政府不想要关这么多的犯人，所以如果你偷的东西很少，那我就会从轻发落。批评者认为这个法案的后果除了破坏治安，也影响到了商家做生意。例如，美国零售业巨头之一的 Target，2023年就曾经宣布，他们因为抢劫案的冲击，需要关闭9间店。不过，也有一些人觉得，除了法律之外，零元购或者抢劫案的相关事件之所以会越来越多，背后其实还有另外的原因。有人认为其实美国整体的抢劫比例根本就没有真的变多，大家会有这样子的印象，很可能是有心人士在煽动。比如中国本来就一直想要制造美国社会的动乱，所以看到 BLM 事件爆发，官媒呢就见缝插针，还故意用零元购这个词来嘲讽。而且以美国内部来说，共和党阵营也想要抢回执政权，所以势必会刻意的强调这种民生议题的不满，希望打击民众对于民主党的满意度。那除了这种稍微偏向阴谋论的解释之外呢，也有人认为这种零售抢案之所以会上升，跟疫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疫情所带来的冲击，除了让美国的 GDP 下降了 3.5%， 失业率飙升到了 14.7%， 还改变了大家的消费习惯。根据 CBS 的报道，有专家表示，在疫情之下，民众不能够出门，但又还是有日常用品的需求，所以他们就会透过网购来卖。而在频率更高、需求更多的情况之下，窃盗者要在网络上面转卖赃物就越来越容易，导致有组织的商店盗窃也就跟着疫情越来越多。关于零元购的成因呢，虽然各方都有不同的解释或争论，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在关心问题到底该怎么办。为了防小偷，很多零售商呢开始把商品锁在橱柜里面，只有店员可以开锁拿去。有的店家呢会把自助收银机器改回人工的收银，也有店家呢会提供专业的训练，让店员如果遇到小额窃盗的时候有机会应对。那有些非营利组织还有社区倡议团体在积极的推动政策的变革，例如加州安全社区联盟就计划要透过公投来推翻加州第47号提案。另外，布鲁金斯协会认为这种窃盗犯罪的根源还是因为社区贫穷或是经济不稳定，所以他们建议政府应该要扩大医疗补贴、收入保障和增加药物滥用治疗等等措施，从根本去避免问题。那目前加州州长呢宣布提拨2.67亿美元给各县市，用来加强对于组织零售犯罪的防治还有处理。而洛杉矶市长呢也成立了专门的特别工作小组来应对这个问题。一开始看到零元购的相关报道，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各方对于事件成因的争论。据我们所知呢，美国的贫富差距很大，而且有不少州都可以合法的拥枪，所以出现这种情节的抢案，看起来也不能够说很意外。但从媒体的报道看来呢，这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美国现象级的社会问题，又让我们好奇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尤其看到加州法律特别降低抢案的刑责时，也会觉得这很反直觉。那在我们看了更多的资料之后呢，目前的感觉是它应该还不算是一个现象级的国家社会问题，但是在加州的零售抢案越来越多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从逻辑上面来说呢，我们确实觉得47号法案可能真的是原因之一。不过或许是因为目前相关的学术跟犯罪研究都还在进行当中，又或者是我们刚好没有找到比较完整的资料，但总之从我们目前看到的资料当中呢，相关的细节并不是很完整。比如我们无法确定那些越来越多的抢案，其中低于950元以下的比例到底有多少，而且依照我们过去研究议题的经验，大规模犯罪现象爆发的背景通常都很复杂，除了法律，往往也牵涉到了经济还有人文社会价值观的层面。所以就现阶段来说呢，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来佐证。
那当然，我们不是这个议题的专家，对于事件的理解也相对的片面，所以今天的资讯也可能呢会有一些不够完整的地方。如果你有更多的资讯或想法，都欢迎留言补充给大家哦。好的，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看完今天这集，你对于零元购的犯罪事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觉得很丑，根本就是法律纵容出的犯罪行为。B 我觉得还好，各地都有窃盗案，只是他们不一定都有这么酷的名字。自己没有什么想法，我只觉得听了一个奇人异事。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零元购。此外呢，也可以以这个地方看看美国弗洛伊德事件以及美国帐篷自治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